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我先说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，加密市场的这一轮下跌，从11月开始，比特币从11.6万跌到了9.2万，下跌了20%。很多人都在问，到底是谁在买？但我看完所有的链上 ETF 结构性仓位的数据以后，我发现卖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想卖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直以为市场的下跌是因为有人看空，有人恐慌，机构在跑路，但这次完全不一样。这次的卖压不是来自于情绪，而是来自于规则，是一套自动运行的系统，在一步一步的把市场给拖下水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这套系统在比特币上涨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我想把这套隐形的卖压系统完整的拆解出来。你会发现，真正压垮市场的不是某一个卖家，而是3层结构性力量叠加的结果。我们先从 ETF 说起，很多人觉得 ETF 的流出就是在砸盘， ETF 是卖家，但其实呢 ETF 只是一个管道而已，真正的卖家是背后的资金。那背后的资金到底是谁呢？2025年的最新的数据告诉我们，比特币现货 ETF 的持有者，散户只占到12%到18%，机构占到了67%到75%，套利基金占到了10%到15%。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呢？ ETF 它不是一个散户的产品，而是一个机构的产品。机构跟散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散户会被情绪化所带动，涨了开心，跌了恐慌，不停的看盘，恨不得1分钟打开手机一次，而且是凭感觉买卖。但机构不是，机构是按模型来运行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机构不会因为看好比特币就无限的去加仓，或者看跌它就马上大量的卖出。他们有严格的资产配置模型，有风险的控制系统，有硬性的规则。我查了一下2025年的数据，摩根士丹利、贝莱德、富达这些顶级机构的比特币配置建议普遍在2%到6%之间，部分风险偏好高的机构能达到10%以上，但这只是一个上限，它不是目标。这些规则写在了投资政策的声明里边，比特币占比总资产不能超过某个比例，加密货币占风险的资产不能超过某个阀值，单一资产的波动率不能超过某个上限。这不是建议，这是铁律。违反了会怎么样呢？风控系统会报警，合规部门会介入，投资委员会要开会，结论只有一个，必须调整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推演一下，假设一个家族办公室有100亿美元，他们的资产配置是60亿美元的股票，30亿债券，5亿的现金，5亿的比特币，比特币占比刚好5%，在安全线之上。现在呢，比特币从10万涨到了12万，涨幅20%，这5亿的比特币变成了6亿，总资产从100亿变成了101亿，比特币占比从5%变成了5.94%，风控系统开始亮红灯了，超配了，违反了资产配置模型了，必须调整。怎么调呢？卖掉0.94%的比特币，占比拉回到5%，这个就是 rebalancing， 也就是再平衡。重点这个时候也来了，这个机构卖比特币不是因为看空，不是因为恐慌，不是因为对比特币没有信心，而是因为比特币涨得太多了，是规则要求他们必须卖出。你可能会想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卖0.94%有什么影响呢？但问题是，不是一个机构在做这个事儿，而是所有的机构都有同样的规则，同样的 rebalancing。我们再算一下，假设比特币 ETF 总规模是1000亿美元，机构持有70%，也就是700亿。比特币从10万涨到12万，涨了20%。如果机构都设定了5%的上限，超配部分都需要 rebalancing， 这可能就会触发数十亿美元的被动卖盘。而且这种卖盘有个特点，它是机械的，没有情绪的，无法商量的，不会因为说我看好比特币我就不卖，不会因为说现在卖不划算就等一等，只要超标就必须卖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卖盘在比特币涨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，比特币涨得越猛，机构超配就越大， rebalancing 的压力也就越大。等到了某一个时间点，比如说某个月底，所有的机构一起来 rebalancing， 就会形成一波集中的卖压。他们其实不是在卖比特币，而是在卖超出的那部分的风险的敞口。
而且这是一个正向的反馈，机构 rebalancing 卖出比特币，比特币开始下跌，其他的投资者散户看到了下跌也开始卖， ETF 出现赎回， ETF 赎回就必须卖现货，现货被卖，价格再跌，更多的机构触发 rebalancing， 循环启动。所以你看 ETF 的流出不是因为 ETF 在砸盘，而是因为 ETF 背后机构的风控模型在自动执行，这是一种被动的结构性的无情绪的卖压。我看了一下11月的数据，灰度、贝莱德、富达等等头部的 ETF 流出的金额均为数亿美元起步，比特币 ETF 的累计净流出超过了27亿美元，这仅仅是11月才半个多月。其中散户赎回估计只有1到2亿，机构的 rebalancing 和赎回估计20到25亿，这个就是第一层的隐形卖压，不是因为看空，而是因为涨得太多了，不是主动砸盘，而是被动的执行规则。这种卖压你在新闻里面看不到，在 K 线上你也看不出来，但它真实的存在，而且杀伤力巨大。如果说 ETF 的 rebalancing 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，那么市场里边还有无数张的骨牌正在排队倒下。所有人都在问，这个不是现货的牛市吗？为什么会跌得这么狠呢？但他们忽略了一件事，杠杆不只存在于合约里边，它还藏在结构里边。什么叫做结构性的杠杆呢？第一个是 VC 的解锁，吸走主流币买盘的黑洞。2025年呢是解锁的高峰，很多项目在2022到2023年 TGE， 也就是开始发行代币，设置了1年的锁仓，2年的线性解锁。现在 Cliff 到了，也就是第一批代币集中释放的时间点到了。我看了一下数据，某一个 Layer 1的项目11月解锁5亿美元的代币， VC 成本 0.05 美元，当前价格 3.2 美元，盈利64倍。你觉得 VC 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呢？当然是卖。你可能还会问，这只是一个山寨币而已，这跟比特币的下跌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大了。市场的买盘是有限的，如果一天全市场只有100亿美元的买盘， VC 解锁就吸走了50亿美元的购买力，留给比特币、以太坊的买盘只剩下了50亿。买盘变少，比特币、以太坊自然就更容易被砸盘，而且不只是一个项目，一个项目5亿，10个项目50亿，50个项目250亿，这是真实的流动性抽离。第二个是 staking 和 restaking 的系统性压力。以太坊呢是整个 DeFi 的底层抵押品，很多人把 ETH 质押成 STETH、RETH， 再拿去参与 restaking， 套上一层又一层的收益。这个本来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当以太坊价格大幅回调的时候， STETH 的脱锚风险就开始出现了。理论上一个 STETH 等于一个 ETH， 但在市场紧张的时候，流动性枯竭的时候，折价就会出现。今年的7月 STETH 曾经出现过 0.4% 到 2% 的折扣，这个不是理论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。而且每次以太坊快速下跌，都会出现巨鲸机构在 Curve 等池子里面大量的抛售 STETH， 越砸越抛锚，脱锚越明显，机构就越撤离，流动性越差，普通用户也开始恐慌卖出，这是一条典型的负向链条。接下来呢，就是 restaking 的清算压力。像 EigenLayer 这种 restaking 的协议，通常要求150%以上的抵押率。以太坊一跌，抵押率立刻贴近清算线。这个时候呢，只有2种选择，要么补仓补更多的以太坊，要么减仓卖掉资产。而绝大部分市场参与者的选择都一样，卖掉以太坊，卖掉 STETH， 先把风险给它降下来。于是呢，就出现了集体的链上减仓潮，随后会进入一个自我强化的去杠杆螺旋。因为 restaking 本质上是给以太坊又加上了一层隐形的杠杆，主资产暴跌的时候，循环质押、抵押借贷、稳定币套娃都会一起的去风险，大家同时赎回，同时卖出，同时撤离流动性。链上的数据也能看到我所说的这种挤兑效应。今年的8月，验证者退出队列一度超过了816000枚的以太坊，数十亿美元在排队的赎回变现。而这些被赎回的以太坊往往会被直接的卖掉，进一步放大下行的压力。而且呢，还有一种更隐秘的风险，套利策略失效。
很多机构的玩法是质押以太坊，拿到 ST 的 ETH， 借稳定币，再买以太坊，再质押，这是一条循环的杠杆套利链。但当这个链条的源头，也就是以太坊开始下跌的时候，套利收益没有了，风险反而被成倍的放大，机构会立刻的平仓撤退，结果还是卖以太坊。所以你会看到以太坊下跌，导致 staking、restaking 结果变得不安全，脱锚、清算、去杠杆都被触发，机构被平仓卖出以太坊，以太坊再跌，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，真正的隐形卖压之一。第三个呢是 DeFi 的借贷清算，这个更加直接。Ivy、Compound 上有数十亿美元的以太坊被用作抵押品，假设你抵押10个以太坊，价值3.8万美元，借出2万美元的稳定币，清算线是以太坊跌到3200美元，当 ETH 跌到3200的时候，系统自动触发清算，自动卖出你的以太坊，自动偿还稳定币，没有人工的干预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问题是不是你一个人？当以太坊从3800跌到3200的时候，成千上万个仓位同时被清算，可能瞬间触发数十亿美元的卖盘，这又是一个死亡螺旋。ETH 跌，触发清算，系统卖；ETH 再跌，更多清算，而且这是自动化的，不需要人工决策，代码在自动的执行。第四个呢是项目方金库的被动卖压，这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。项目方的金库并不是永动机，项目真正的收入来源只有几个。如果是 DEX 靠交易手续费，如果是 Layer 1、Layer 2靠质押收益和 Gas fee， 如果是生态的基金靠投资回报。但当市场进入冷淡期的时候， TVL 下滑，手续费减少，交易量萎缩，收入锐减，币价回调，金库资产直接缩水。可是项目呢，它还必须得活着，员工工资动辄就是每个月几百万，市场的推广不能停，技术开发必须继续，交易所的上币费几十万到几百万美元，这些都得花钱，钱从哪里来？只能卖资产。而项目金库里边最值钱的资产是什么呢？通常是比特币、以太坊、稳定币。所以你会看到市场冷淡，项目收入下滑，金库被迫卖出比特币、以太坊，用来维持运营。这个不会引发暴跌，但会持续的给市场增加压力。这是一种你看不见却一直存在的慢性失血。最后一个是风险偏好下降，当山寨币开始集体崩盘的时候，整个市场都会进入风险的厌恶模式，资金撤退，买盘减少，流动性枯竭。在这样的环境里边，连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变得越来越脆弱。现在呢，把前面的所有的力量串起来看， VC 解锁导致砸山寨，山寨崩盘，市场风险厌恶上升，资金躲进比特币和以太坊。但与此同时，以太坊作为抵押品被清算， staking、restaking 被迫去杠杆，项目方又在卖比特币、以太坊来维持生存，价格继续下跌，又触发更多清算与更多的抛售。这个不是什么有人故意在砸盘，这个是整体的结构在自动的解体，一个链条带动一个链条，彼此强化，最后滚动成一场系统性的下跌。如果你想看到结构性卖压的真实案例， Strategy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。虽然他们还没有到被迫卖币的程度，但是通过他们的案例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市场的压力。2024年的 MNAV 是 2.7 倍，他们一次买入几千枚的比特币，但2025年的11月 MNAV 压到了 0.9， 只买了几百枚。为什么？不是 Seller 不想买，是溢价消失，融资链条断裂，买盘能力消失。他们没有爆仓，但在结构性的压力下面，他们会被慢慢的给掐死，无法融资，无法买币，市场的买盘减少，卖压相对变大。Strategy 并不是问题的本身，他们只是整个结构正在失血的现实写照。前两层的卖压呢，像刀子；第三层呢，横盘，这个更像慢性缺氧。为什么横盘比暴跌更可怕呢？暴跌会怎么样？抄底盘进场，成交量暴增，波动率飙升，媒体关注。暴跌虽然疼，但会带来买盘。横盘会怎么样呢？注意力转移，买盘逐渐消失，成交量下跌，流动性枯竭，市场被遗忘。所以说，暴跌会把人给吓醒，横盘会把人给耗死。我看了一些数据，过去41天，比特币现货成交量下降 38%， 衍生品成交量下跌 47%。比特币30天的隐含波动率
10月46%，11月19.4%。低波动率意味着没有人交易，没有人关注，没有新的叙事，没有新钱，而低波动率往往是暴跌的前兆。再看看以太坊的链上数据呢，活跃地址下降了26%，DEX 的交易量下降33%，Gas fee 3个月最低，稳定币供应呢 USDT 加上 USDC 的总市值横盘没有增长，意味着没有增量资金，机构没进来，散户没进来，牛市燃料缺失，横盘等于缺氧，缺氧等于什么呢？任何卖盘都会变成瀑布。打一个比方，正常的市场就像早上7点的拥挤的菜市场，你去买白菜，总会有人买。横盘的市场就像凌晨3点的菜市场，有很多的卖家，但没有买家。这个就是第3层隐形的卖压。现在呢，把3层卖压串起来看，第1层涨太多，风控要求卖，比特币上涨，机构超配，触发 rebalancing 必须卖，开始下跌，更多机构被动触发，形成机械循环。第2层跌太多，清算要求卖，以太坊价格下跌，抵押品不安全，触发清算，系统自动卖，项目方求生，卖比特币，卖以太坊 ，VC 解锁砸山寨，再跌，更多清算，链式反应持续的放大。第3层没人买，卖盘被放大，横盘，买盘消失，流动性枯竭，任何的卖盘都会变成瀑布。这个是市场的加速器。当3层叠加在一块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的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回调，而是隐形卖压系统的全面启动。很多人会问，比特币到底会跌到多少？但我觉得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卖压什么时候结束？第1层 ETF 的卖压什么时候能够停止？如果你看到连续3到5天现货 ETF 净流入大于0，或单日流入超过5亿美元，这个就说明机构的 rebalancing 已经结束了，新钱开始重新入场。第2层结构性风险什么时候出清？24小时的清算量小于1亿美元 ，VC 解锁的高峰期过去，项目方的被动卖压减弱，这些意味着第2层的链式反应开始断裂了。第3层横盘窒息什么时候缓解？成交量回升，波动率恢复，有新的叙事出现，市场才能够重新获得氧气，情绪、资金关注度才会回来。那么作为一个散户，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面，我们主要关注什么呢？我觉得盯住下面3个指标，比你盯着价格要有用的多。第一呢 ，ETF 的净流入与净流出。Google 搜索一下 Bitcoin ETF flows， 看 Farside Investor 的数据，一旦持续的转正，这个就说明第1层卖压已经结束了。第2，链上的结构性风险，用 CryptoQuant Glassnode 看清算量、解锁日历、巨鲸流向。当清算减少，解锁减弱，第2层卖压才算真正的缓解。第3呢，成交量与波动率。TradeView 去看24小时的成交量，再看比特币的隐含波动率。只要这2个指标开始回升，这个就意味着市场不会继续无声的下跌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。市场从来不是被情绪所推倒的，而是被结构自己给压垮的。如果你理解了今天的内容，你就会看到市场真正的运行逻辑。这场下跌不是散户的恐慌，不是鲸鱼的跑路，不是 ETF 在砸盘，而是结构性的隐形卖压在同步的运转。真正的反转点不在某个神奇的价位，而在于 ETF 停止流出，结构性风险出清，成交量回升，流动性重新回到市场里边了。当这些条件同时出现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市场开始莫名其妙的上涨了，甚至连新闻都解释不了，因为真正推动走势的从来就不是情绪，而是结构。这里是加密星球，下期呢我会跟踪 Strategy 最新的数据，看看预测是否继续应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呢你喜欢这类深度的内容，请点赞、订阅并转发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谢谢，再见。